如果解放军开启武力解放台湾，非常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美军从5个方向同时来袭。具体该如何应对，来看详细分析。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我是虎妞。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不断采取刺激和挑动局势的国际手段，尤其是自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台进行全面勾连支持，售卖大量先进武器，暗中支持台独势力，种种举动让台海问题不断加剧升温。有分析称，美国在对台问题上的激进政策，恰恰会导致和平统一的希望愈发渺茫。对此，将会迫使中国大陆提前发动武统行动。若解放军发动武统，对于美国来说，则是十分不利的。因为以目前的解放军实力而言，解放台湾既有决心也有实力，这是美军无法阻挡的。美军目前的军力实际上不足以阻挠解放军的武统战役。不过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作战中，美军仍旧可能会采取多线作战的方式，阻碍解放军的武统行动，从而给解放军造成一定的麻烦。当然，台军本身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在此不过多赘述。按照专业人士的话讲，台军能够撑过3天，本身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时间是以小时计的，可以说未来武统最大的威胁还是美军这类的域外干涉势力。按照目前的美军部署，美军若要干涉台海，可能会从5个方向多线进攻同时来袭。1. 印度洋方向。美国在印度洋方向最大的军事基地就是迭戈加西亚，美军常年在此部署战略轰炸机部队，主要是 B-1B、B-52H、B-2 这3种战略轰炸机。此基地位于中国西南，美军在战时可能会从迭戈加西亚派遣轰炸机对南海、台海的解放军目标进行打击，或者是起到牵制解放军部分海空兵力的作用。2. 菲律宾方向。目前美菲已经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菲律宾已经全面倒向美国，而美国也获准将在菲律宾北部新设立3个军事基地。若能够部署战斗机，距离台南仅有400千米，战时菲律宾美军的空中力量可以对台南、台东的解放军发起打击。3. 澳大利亚。美军最近一直叫嚷着要在澳大利亚部署隐形轰炸机。若美军部署了大量的 B-21 隐形轰炸机，在战时不排除从澳大利亚起飞，对台岛东部的解放军舰队发起远程饱和打击。此外，英美澳3国共同参与的奥库斯计划，明确了未来将会在澳大利亚部署大量核潜艇的策略。此举不得不防，明显是针对中国构建反华包围圈的重要一步。从澳大利亚出发的美国核潜艇对南海有着极大的威胁。4. 日本、韩国本土。众所周知，美军在日本、韩国本土拥有大量的海空军事基地，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海空兵力都部署在日本和韩国境内，包括第7舰队、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空军。战时，日本、韩国本土的美军驻军一定是最先向解放军发起进攻的部队。5. 关岛方向。关岛是美国的本土，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是美国第2岛链的核心。这个基地同样可以大量部署轰炸机和战斗机部队。作为美军第2岛链的纵深，负责承担从东面对解放军进行战役战术打击任务。可见，若美军打算干涉解放军武统，可以从台岛的西南、南、东南、东、东北5个方向对解放军发起进攻，其中将有3个空军基地可以动用战略轰炸机部队，对解放军进行防区外打击，主要是迭戈加西亚、澳大利亚、关岛的美军基地。而菲律宾距离台岛更近，一般的多用途战斗机便可完成打击任务。至于驻韩驻日美军，则可能会出动舰队和空中力量，对解放军海军登陆舰队发起打击，5路大军在统一指挥下全面来袭。这样的阵容要放在20年前，可以说解放军毫无获胜之可能。好。
好在现在解放军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综合防御打击体系。虽说客观上无法避免狗急跳墙的美军给解放军造成一定的伤亡和损失，但是解放军可以做到完全从战略上挫败美军的5路大军入侵行动。美军能够对解放军造成实质性威胁的，只有作为其战役战术打击力量的航母舰队、战略轰炸机部队和战斗机部队。当然，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美海空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之前，就只能打酱油。目前解放军拥有完备的防御体系，主要是由各军种和侦察体系构成，可以使用多种侦察手段，如高超音速无人侦察机、隐形无人侦察机、高分辨率光学侦察卫星，能够对美军的重要海空军基地进行持续定点监视。而目前美军的反导和防空系统无法拦截解放军的超音速无人侦察机等先进武器，解放军始终可以对美军各大基地进行实时监控，其一举一动解放军了如指掌。而解放军大量列装的高超音速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射程可以覆盖1、2岛链，部分甚至包括迭戈加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陆基的高超弹打击范围在5500千米以上，而轰6搭配高超弹的配置，足以让解放军的打击半径拓展至7000千米范围。致命的是，美军对于解放军高超弹目前没有有效的防御手段，他们的防空系统对于一般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遇到无论是双锥体还是成波体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可以机动变轨的反舰弹道导弹，美军的防空体系无法做到有效拦截。这就意味着美军的基地在战时，只要是被解放军导弹盯上，肯定是要挨打的，防肯定是防不住的。也就是说，解放军能够在战争伊始迅速瘫痪掉美军在日韩、菲律宾、关岛3个方向基地的能力，并且进行持续不断的间隔打击，其目的就是瘫痪美军机场，并且防止其及时修补，然后派遣轰炸机、战斗机等参战。解放军也将同步使用空中力量和火箭军、海军，对美军水面舰艇舰队进行全面打击。而这具体又分为2个情况，一个是美军在知道解放军区域拒止反介入的情况下，将第7舰队的水面舰艇调离日本，前往关岛移动，尽量脱离解放军的射程，避免解放军导弹的饱和打击，以保存有生力量。第二个则是美军第7舰队水面舰艇部队并未向第2岛链以外撤离，而是在1岛链内和封锁台岛的解放军海军进行较量，企图通过海军航空兵打破解放军对台封锁，同时主要打击解放军登陆舰艇编队，以破坏其登陆行动。可以说，第一种情况符合美军现实的选择，因为在1岛链内，美军航母舰队面对解放军作战体系没有任何优势，解放军有强大的事态感知能力，可以随时定位美军航母动向，同时使用远程航空兵、海基高超弹、火箭军，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饱和反舰打击，完全能够确保歼灭美军航母舰队在内的一切大型水面舰艇。因此，不少对台作战的兵推中，往往是开战后第一时间，甚至是开战前，美军航母就已经向东后撤，置解放军打击范围极限距离，以此保存实力。第二种情况，在现实中不太可能，美军航母不可能知道自己完全处于不对称劣势的情况下，还猪突猛进送死。美军指挥官再没脑子，也不可能拿全舰5000多名的官兵生命当作儿戏。但是最让美军纠结的问题是，若战时把航母和其他水面作战的舰艇从日本附近撤到第2岛链以东，甚至是更远的地方规避解放军的打击，虽说能够确保美军航母舰队的安全，但是这让美海军客观上就已经丧失了干涉台海和争夺制海权的能力。美军舰载机的作战半径也够不到台岛，相当于是自断一臂。而若在战时，美军将航母舰队留在台岛附近和解放军作战，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这对于美军来说
是两难且是无解的问题。进退失据，顾此失彼。但可以确定的是，开战后美军无法在台岛周边地区长期维持一支海上作战力量，要么他主动撤离，要么被解放军全歼。而美军在驻日驻韩、菲律宾、关岛的空军基地，也将是解放军各种导弹重点问候的对象，都将遭到解放军的瘫痪式打击。本来在这些基地部署的战斗机数量就有限，面对解放军来说，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美军尚且不及。再加上空军基地被接连瘫痪，少量起飞的战斗机也将是解放军空军的盘中餐。解放军空中力量多兵种联合，还将对美军进行全面的电子战压制，夺取制电子权，同时重点打击美残余的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破坏美军的事态感知和指挥能力。可以说，在解放军一系列的组合拳打击下，美军将快速失去制空权和制海权，而解放军掌握制空权后，便可以组织反潜机群，对台海、南海、东海周边潜伏的美军核潜艇进行反潜侦搜打击任务，使其无法威胁我海军登陆舰队。那么到这一阶段，作为能够对解放军造成实质性威胁3支舰，航母舰队、战略轰炸机部队和战机部队已经断了2支，就剩下轰炸机部队了。而美军在迪戈加西亚和澳大利亚的轰炸机基地，因为距离中国本土过远的情况下，解放军无法做到像打击1、2岛链美军基地那样得心应手。主要是这2个基地距离超出了大部分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弹的射程。虽说可以通过远程航空兵对其发射高超弹打击，但是无法达到长期瘫痪其基地运作的目标，只能延缓美军修复基地和派遣轰炸机队出击的时间。当然，这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时间窗口准备。这2个方向，美军基地的数十架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数百发导弹，在加油机的支援下，远程奔袭台海附近的解放军地面、海上目标，威胁不容小觑。不过好在解放军对于美军这种战略轰炸机远程奔袭的战法也有反制手段。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威尔斯巴赫上将就曾经表示，解放军的歼16战机可以和空警500预警机相配合，组成远程杀伤链，专门用于在超远程截杀美军的预警机和战略轰炸机等目标。针对美军打击范围远的轰炸机，解放军此前就专门研制了射程超过500千米的 PL-17超远程空空导弹，由歼16携带，空警500负责侦搜美军轰炸机等大型飞机，运油20负责提供空中加油，歼20隐形战机则全程护航。前面说了，解放军的侦察体系可以快速监测美军机场什么动向，我们一清二楚。要集结轰炸机群瞒不过我们，解放军远程杀伤链专门在沿海1500千米以上的距离对美军轰炸机、加油机进行截杀。在这种情况下，美军的轰炸机群对台的干涉能力将大打折扣。少数突破解放军防御的轰炸机发射导弹后，对解放军造成的损失将会大幅度降低。总而言之，目前美军在亚太部署的军事力量和解放军对比已经严重失衡，军力差距和解放军相比越来越大。当然，可能有网友认为，开战后美军将从全世界调兵支援，10个航母舰队和大量援军都将入台参战，这将解决一切问题。要知道的是，美军为了维持其军事霸权，在全世界都部署了大量兵力。要是美军将大部分兵力调动至亚洲，就会出现2个情况。第一个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了军事力量，美军还怎么控制中东、欧洲？怎么防备俄罗斯和伊朗？美军撤离的军事真空谁来填补？美国的石油和美元霸权就是靠中东产油国维持的，美军一走，那就给了伊朗加强中东地区政治影响力机会，搞不好和沙特在背后给美国来一刀。一旦石油和美元霸权完蛋，美国都有可能四分五裂。若撤离欧洲驻军，那么政治上便失去了控制欧洲的可能。
一个独立自主的欧洲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好事，俄罗斯也将伺机而动。第二个情况就是目前在台海周边，解放军和美军的差距是作战体系的差距，这个客观上是不可逆的，美军也无法改变。在中国家门口，美军就这么几个基地，而且解放军的打击范围早就已经拓展至了第二岛链。我军不光有好用的拳头，也有了灵敏的耳朵与眼睛。美军派遣多少兵力，也只能通过海空力量运输。在解放军夺取了制空和制海权，并且拥有绝对的情报优势和打击手段后，美军派遣多少兵力都是白给。即便是10艘航母舰队，只要进入解放军的打击范围，数千公里之外就能够将其全部击沉。因此，美军不可能将世界上的全部兵力调往台海参战，这是纯粹的自毁霸权行为，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没有任何可行性。因此，总而言之，美军没有能力达到夺取制海制空权，歼灭或重创解放军海空部队，并彻底阻止解放军的武统目标。而且因为台军本身战力有限，解放军在发起冲突1周内便可快速解决战斗和完成解放台岛的目标。美军在短时间内不但无法从战略上挫败解放军的武统行动，一旦解放军完全统一台湾的战略目标达成，美军的干涉行动将陷入彻底失败的局面。在国际上，美国的霸权地位将遭受极大的动摇，国内外矛盾全面爆发，美元股市甚至可能迅速崩盘，搞不好就会4分5裂。因此到那时，美国能不能维持其世界霸权和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都是一个大问题。就不要再谈什么继续反华了，先管好自己再说。